午夜时分，男人独自走在阴森的小路上，无意间从后视镜看到一张鬼脸。男人被吓坏了，赶紧拿出手机向大师求救，不料大师却让他把女鬼送回墓地，这让男人更加恐惧，立马扔下电车独自逃离。这就是2024最新恐怖片《送葬人惊悚来袭》，一经上映便获得泰恐票房冠军，成为泰国6年来首次破亿的恐怖电影，能和火遍全网的寄屋出租相媲美。电影开始，女孩自杀事件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。相传在泰国怀孕的女鬼怨气极重，死后容易化成厉鬼索命。为了驱除这股煞气，他们会请送葬人进行超度。仪式结束后，男人让家属用扔鸡蛋的方式选择火化地点，以此来净化灵魂早日投胎。鸡蛋破碎的地方就是灵魂认定的位置，可家属扔出的鸡蛋全都完好无损地落在原地。小帅作为死者的前男友主动上前尝试，没想到扔出去的鸡蛋瞬间破裂，这让小帅感觉到有些奇怪，仿佛小美有话要跟自己讲。为了见女友最后一面，他开始到处寻找看见鬼魂的办法。另一边，法学院毕业的大壮返回家乡，准备完成司法考试，开启新的人生。可哥哥却劝他放弃工作，继承父亲的衣钵，因为父亲的腿脚一天不如一天，医生建议他尽快退休，在家安心养伤。可大壮从小就怕鬼，连睡觉都要穿着红底裤，每次洗澡时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。为了帮父亲减少压力，大壮开始到处寻找接班人，结果根本没人愿意接触这个行业。另一边，小帅找到年迈的外婆，问他是否有看见鬼魂的办法。外婆表示见鬼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将护身符带在身后，然后穿上死者的衣服在大街游荡，最后把黑狗的眼泪滴在眼皮上。小帅听后立马找到黑狗谈话，结果和黑哥谈了一整天也没得到一滴眼泪。晚上他偷偷穿上死者的衣服，可惜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见到小美的灵魂。下一秒，一个老人出现在眼前，他正是小美年迈的父亲。小帅被吓得落荒而逃。另一边，3个年轻人正在野外寻欢，一抬头正好和白衣女鬼四目相对，男孩瞬间被吓得亚麻呆住，直到队友赶到才带他匆忙离开。从此，小美的冤魂开始在村子里到处游荡，越来越多的人被厄运缠身。晚上，几个鬼火少年正在街上飙车，巨大的轰鸣声让大壮无法入睡，打开窗户开始对几人口吐芬芳。不料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一个白衣女鬼出现在眼前。大壮被吓坏了，蜷缩在被窝瑟瑟发抖。不知情的几人停下车后继续狂欢，殊不知他们身后正是小美上吊的地方。不料一杯酒下肚，就看到白衣女鬼正死死地盯着自己。男人以为产生了错觉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然而下一秒，从那以后，女鬼变得越来越猖狂，开始对那些无辜的村民下手。晚上，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擦香香，无意间发现男人肩膀上坐着一只阿飘。然而下一秒又突然消失不见，老太太以为看花了眼，并没在意。镜头一转，小美来到渣男家里，让他对自己的背叛付出代价，随后将姨妈全部喷在他的脸上。男人发出凄惨叫声，当场饮恨西北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老太太也离奇死亡，原来她就是背后给渣男策划的媒婆。两人就像王干娘和西门庆，最后终究没有好下场。第二天，父亲带大壮一起给死者超度亡魂，不料仪式结束后，父亲一不小心摔下楼梯，这一摔让原本病重的他彻底瘫痪，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因此，大壮不得不继承父亲的衣钵，成为下一任送葬人。第二天，父亲主动找到小帅，让他成为大壮的得力助手，只要他愿意，可以帮他见到小美的灵魂。小帅听后立马答应下来。深夜，村长独自走在阴森的小路上，无意间从后视镜看到一张鬼脸，可当他转身后却空无一人。村长被吓尿了，急忙打电话向大师求救，没想到大师却让他把对方送回家。此时村长早就被吓破了胆，扔下电动车后迅速逃离。镜头一转，来到小帅这边，此时壮妇正在教他灵魂出窍的办法，只要清除心中杂念，在嘴里含9片槟榔叶，然后默念大威天龙，就可以完成穿越，在异世界看到小美的灵魂。但最重要的是要在一炷香的时间返回，否则他的灵魂将会永远困在里面。在壮爸的帮助下，他终于见到了小美。小帅急忙走上前，向他诉说心中的思念，并向当时的不辞而别表示道歉。原本两人是一对幸福的情侣，可巫师却说两人八字相克，如果不当和尚就会英年早逝。为了活命，他只好选择出家。没想到半年后，小美却遇上渣男，怀孕后被对方无情抛弃，最终导致他在家中上吊自杀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香火即将熄灭，小帅不得不返回现实。此时村长和胖神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阿飘，希望他尽快将小美的遗体火化。父亲表示大壮现在还无法胜任此事，只能等自己康复了才能进行。不料当村长准备离开时，又在树林看到恐怖的阿飘，两人被吓坏了，只好再次返回，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。从那以后，小美变得越来越猖狂，就连大师都被吓得魂飞魄散。这天，超市老板正准备下班，突然感到一股寒气传遍全身，下一秒身后传来咣咣咣的声响，透过玻璃看到一张恐怖鬼脸。
มึงที่หลอกกูก็จำหนีอยู่บ่อ้าวมากูจะหันหน้าไปสู่มึงมาเย้ย不敢想。白衣女鬼的频繁出现闹得村民人心惶惶，害怕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惨死街头，希望村长尽快将遗体火化，并请巫师进行驱邪。可村里唯一的送葬人还没康复，只能用广播提醒大家晚上不要出门，让女鬼独自在大街游荡。另一边，小帅再次来到异世界，来到瀑布前和小美相遇，让他们重新感受之前的幸福时光。然而下一秒，小美却突然消失不见，带他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多人遇见。最后，小美终于向他说出真相。原来他之所以在村子里徘徊，是想让村民转告小帅，希望他放下痛苦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结果村民都吓得魂飞魄散，没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，因此闹出一系列恐怖事件。当遗体被火化后，他将永远离开。希望小帅不要为此伤心难过。เขาตกไปแล้วเด้อ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เถอะเสี่ยงใบเขาใบเขาใบเขาไม่เอาไม่เอาไม่เอา可醒来后的小帅每天萎靡不振，无法接受小美离开的事实，直到好友出现才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死亡只会伤害你一次，但爱会一次一次的伤害你。现在痛不欲生都是因为爱得太深。随后两人搀扶着小帅来到小美的火化现场。此时大壮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送葬人，挖出遗体后进行祷告，用刀在地上画出界限，斩断死者与亲人之间的纽带，最后让家人头也不回地退到10米之外。可轮到小帅时却发生了意外，细细的麻绳砍了好几次才被砍断。紧接着情绪突然失控，拼命地跑回现场，企图用水把火扑灭，将小美的灵魂永远留在人间，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灵魂出窍每天和小美见面。但最终还是被村民及时制止。就在这时，大壮突然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，怀着沉痛的心情送他走完最后一程。电影最后，小帅终于从阴霾中走了出来，并继承师傅的衣钵，成为一名送葬人，重新向女友表白，开启新的恋情。而大壮则通过司法考试，继续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。